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马。那自从日本开放旅行以后呢，最近已经可以看到好多外国的朋友的身影了。那小马平时也是经常会收到朋友们的信息，说他们准备来日本玩一玩，然后问我有什么好玩的地方、好吃的地方可以推荐。但是呢，说实话，人有的时候在一个地方就是住久了吧，反而不会经常去那种地标性的地方打卡。就好比住在上海的人不常去外滩，那住在新加坡的人不常去看鱼尾狮一样。所以今天呢，小马准备换位思考一下，那如果我要来日本玩3天的话，会怎么定自己的行程呢？那既然来到了日本，当然就少不了泡温泉了。而且旅游第一天一般都是要家庭日嘛，所以一家人一起去温泉旅馆是最适合不过的了。小马今天想推荐的呢，是一家叫做香根小永源的温泉旅馆。然后这家旅馆的特点之一呢，是它的3个温泉浴汤。首先是呢浮云之汤，它是3个里面我最想试一试的。无边浴池的设计让人在泡浴时会有一种在浮云间的感觉，很符合它的名字哈。然后第二个呢是车泽之汤，它居然是在一个瀑布的旁边，而且如果时期选得好的话呢，就能在樱花呀、枫树那种四季变化的环绕下享受温泉，一边看着瀑布，一边听着鸟儿的鸣叫，吸收着负离子，心灵和身体都能得到治愈。那第3个呢，叫做森之汤，像是在一个很具有开放感的日式庭院里，往外呢可以看到连绵的山峦，特别的惬意。那需要注意的是呢，这3个共浴场有纹身的朋友是不可以进入的。但是不用担心，因为这个旅馆的每一间房间都有自己的私人温泉。那这也是小马推荐它的第2个理由，因为小马一家4口人嘛，这种客房里自带温泉的，可以随时在自己的房间里面泡，我觉得还是很方便的。那泡完温泉呢，再穿着日式的浴衣去馆内的餐厅吃一顿美美的晚餐，感觉整个人的身心都得到了放松。但是我个人的话呢，比起温泉自带的餐厅，我可能会想去和这家旅馆比较邻近的teppanyaki。不光呢是料理看上去很好吃，它的建筑呢也是日本国家级建筑文化的遗产，所以大家如果和我一样是肉食动物，一定要去打卡。那小马出去旅游的第2天呢，第2天都是会留给孩子，陪他们去一些小朋友会喜欢的地方。那除了大家都很熟悉的东京迪士尼乐园，小马今天还想给大家推荐的是日本千叶县最大规模的主题公园，叫做德国村。公园呢是按照德国田园风格来设计的一个公园，园内游乐设施是很多的，可以搭摩天轮眺望富士山和东京港湾，还可以划着小船游湖，然后里面也有3岁小朋友可以玩的非常小的那种 mini 的过山车。然后园内呢还有一个家庭单车，一家人可以踩着单车享受亲子时光。那除了游乐设施呢，德国村的自然景色也非常的棒，园内有20多种花，会随着四季的变化轮流绽放。那比如说像4、5月的时候呢，就可以看到郁金香和知音；5月到6月中呢，可以看到玫瑰；12月的下旬呢，还可以看到油菜花。而且园内呢，还能体验摘水果和蔬菜，可以带孩子们更亲近大自然。晚上呢，从德国村回来东京都内之后呢，就是快乐的晚餐时间了。那今天小马要给大家推荐3家特别好吃的铁板烧的地方，我是有多爱吃铁板烧啊！其中一家呢叫做哈马铁板烧，在六本木，然后还有一家呢叫做乌开泰，这2家呢在东京有好几家分店的，不过小马去的呢都是他们家的六本木店。哈马铁板焼き是比较老牌的日式的铁板烧，可以吃到松板牛和晋江牛。然后乌开泰呢相对来说是比较新的了，里面的装修结合了日式和西式的比较现代的风格，而且他们的那个摆盘是非常漂亮的，能得到视觉和味觉的双重享受。那第3家铁板烧呢，在银座，叫做 Ten Teppanyaki， 差不多2万日币左右就可以吃到龙虾和鲍鱼，是性价
价比非常高的选择。那第3天呢，我们的任务就是买。说到购物呢，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要来银座，对吧？那这边呢，不仅有爱马仕、Chanel、LV 这些超一线的大牌，还有 COS、优衣库、无印良品这些价格比较亲民的人气品牌。总之，你想得到的，在这里基本上都可以买得到。那就我个人来说呢，我是早餐一定要吃得饱饱的，所以在开始购物之前呢，我会先去找一家咖啡。那如果你像我一样，想去先悠闲的吃个早午餐，然后有几家咖啡我还是比较可以推荐的，店名都在信息栏里，大家可以自行选择。不过有一点需要提醒大家，银座附近的人气咖啡呢都开得比较晚一点，所以如果你想在商场开门第一时间就去买的话，这个步骤是可以直接跳过了。那吃完早餐呢，第一站当然要去爱马仕碰碰运气了。它离银座车站呢是非常近的，出口出来就能看到一栋玻璃大楼，然后楼顶呢映着大大的爱马仕。不过小马最近其实是没有怎么去过的了，因为听说排队需要很长的时间。有宝宝跟我说呢，进门店排了1个半小时左右，我觉得真的是太卷了。所以大家如果想去的话呢，要做好心理准备。那从爱马仕出来以后呢，我比较推荐先去和中央街平行的一条街，叫做 Namiki-dori。这条路上的店铺相对来说呢，没有银座主干道上面积那么的大，但是街里呢可谓真的是卧虎藏龙，聚集了各大奢侈品品牌的大楼，比如说 Chanel 的那一栋大楼，外观呢就是黑白盒子堆叠的形象。LV 呢就够有创意了，整个楼身呢都是非常漂亮的偏光色，据说灵感来源于波光粼粼的东京湾，非常值得大家去拍照打卡。因为很多品牌呢在银座的店铺基本都是一整栋楼的那种，所以有自己品牌的咖啡馆。那如果你逛累了，可以直接去喝一个下午茶歇歇脚。小马之前打卡过 Chanel 的咖啡，不过我个人觉得味道还是比较普通的，就是拍照是比较好看的。那除了 Chanel 呢，还有 LV、迪奥都有自己的咖啡馆，大家如果想去打卡，记得提前在网上预约哦。如果你比较喜欢潮流品牌的话，就一定不能错过东京的潮人聚集地了，那就是表参道。这边除了一条街的奢侈品门店之外呢，还有像 Tokyo Plaza， 然后还有 Omotesando Hills， 还有 MoMA Design Store 等等特别好逛的这种综合商场。那其中的 Omotesando Hills， 它建筑本身呢就非常的有特色，里边的结构呢是由地下3楼至地上3楼，共6层楼的挑空的中庭构成的。当然里边也汇聚了好多世界的大牌，商场里边呢还有一处投币式的寄物柜，购物起来非常的方便。那除了银座的爱马仕门店外呢，还有一个地方也非常推荐大家去碰碰运气，非常有名的新宿伊势丹。很多宝宝和小马分享过，说在这家爱马仕比银座更容易拿包，但也有些人表示根本就抱不出包。我个人觉得呢，还是沟通技巧还有运气的成分是比较大一些的。那之前小马分享过一些爱马仕购买攻略，感兴趣的宝宝可以去看一下。那除了伊势丹呢，新宿库鲁米内，还有高岛屋、小天吉百货都是非常好逛的综合商场。如果想买电器美容仪的话呢，还有一整栋楼的电器商场比库卡梅拉。药妆杂货的话呢，新宿也有非常有名的唐吉诃德和松本清药妆店。总之呢，这几个地方逛一天都是逛不完的，新宿真的是太好买了。那至于这最后一天的晚餐呢，当然要以一个比较浪漫的方式收尾了。那小马比较推荐的地方呢，就是新宿野村碧路的 Sky Restaurant， 49和50楼呢，这2层呢都是餐厅，从法餐、日料再到中餐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。俯览着东京的夜景，脚下就是新宿璀璨的霓虹灯，为这次的旅行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。但还要提醒大家一下，如果你想要窗边位置的话呢，记得一定要提前预约。好了，以上就是小马安排的3天日本关东地区的旅游路线了，希望可以给大家的旅游的时候做一个小小的参考。如果大家来的天数很短，比如说3、4天的话，小马还是建议关东或者关西选择一个地方玩就好，不然会有点像赶场子的感觉。那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，我以后可以再安排
出一期关西精品游玩路线。你们来日本的时候，觉得最好玩、最好逛的景点是哪里呢？最近来东京的朋友可以约小马哟，我一直都在。喜欢小马的视频，也别忘了点击订阅哦。我们下期见。